斗破苍穹巅峰对决，这是我目前为止见过最氪的斗破 IP 游戏。上期视频我们爆氪了6万金币，毛都没有，给人家机器上屎都打出来了，甚至连天图小一些的碎片都氪不动，就拿了个枭迅儿打人机还行。结果玩了这几天，我发现30块钱的枭迅儿也是个牛魔，也就仗着自己是古族，欺负那些更垃圾的家族了，自己的实力纯冲击波，打 PVP 爆垃圾，给人家连天上爆 PVP 完全是波海中的下位替代品。然后第4天的时候，这服可以抽云云和他的专属斗气铠了。这个活动是可以白嫖云云的，其实你做这个活动任务可以免费抽卡，慢慢抽可以出一个云云，运气好点2-3个，听起来挺良心的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这活动是6月14号开的，7月5号关。对，活动的开放时间是游戏的第1个服绑定的，而我玩的这个服是1号开的。你想升到可以抽云云的等级需要2天，这就导致了在我这个服务器，你看到这活动的时候已经7月3号了，就剩下2天了，所以白嫖基本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了，除非你能在10抽左右出个金，并且呢正好是云云，他喵的你一个滚服游戏的现实 UP， 怎么能适合第1个服绑定的呢？这让我不得不怀疑你是不是想卷一波前几个服的钱就跑了，搞什么啊？所以这活动我是直接放弃的，云云感觉挺垃圾的，斗破结局也就一斗准，大后期一抓一大把的那种，加上这云云连个前缀都没有，可以用自选绝品武者顺便换的，没必要抽感觉，不如囤的钱抽异火和那种带前缀名字的角色。那么现在这游戏我们该玩什么呢？就做每日任务，因为没有自动战斗，所以玩起来非常折磨人，而其中最折磨的任务是这个云岚破中门，玩法就像这样。对你可能都很蒙圈，为什么这些小怪不打我？为什么他们就隔栏绕圈圈？可能因为云岚中的弟子全是废物吧。反正你要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去杀小怪，1天2次，得用不同的角色去玩拿奖励。一开始我还认真打，后面我真懒得打了，放在挂着。你猜怎么着？直接就卡掉了。我以为只是游戏不小心卡掉了，后面又试了几次，次卡掉。哦，原来啊，这模式你不打怪，他喵的怀了100胞胎的云山就一直升，然后游戏优化又差，升多了游戏就直接炸了，而且你打得太慢也不行，因为在这个模式里你的数值会被抹平，有些角色杀的没怪升的多也会卡掉，卡掉了不会算你完成每日任务，你就要重新玩，这烦人啊！还有每日任务的这个爬塔也是烦人的很，强行和你的境界挂钩，你如果不玩这个爬塔，你的境界都不能升，那一层又要打老久，每次升界都要爬个什么5-6层，累都累麻了。但你可以快速战斗，只不过要至尊终身卡，是的，你得买那个贵的，便宜的不配快速战斗，所以我氪了这个188，把至尊终身卡买下来了。结果需要你战力比推荐战力高30%，那到后来还不是要自己手打，所以在这游戏里你氪了，你还得干呢。完事了，你说我氪了至尊终身卡，对吧？那总得给我点什么便利的地方吧？所以我就想着把每日必做的那个4方格里刷小怪的无聊任务扫荡了。扫荡要超值月卡。不是，至尊终身卡不包含月卡，这月卡我也得买才能解锁扫荡啊。和这快速战斗和扫荡需要你氪2个东西，所以我又氪了个月卡。大伙想看这个系列的大力点一下3连啊，3连过2万，我记得帮大伙吃啊。这游戏后面真的很死，非常精彩的死。一路推主线我们解锁了异火还有斗气化铠，但这和没有任何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异火我没有，切到送的兽火就它1点数值，而且没有主动，约等于1个小装备。斗气化铠在这里居然不是人人都会的，你需要等特定的卡池抽特定的斗气铠给特定的人穿，像是云云的卡池有斗气铠，但是只有云云能用，也就是这游戏的捆绑消费，买1送你再买1个东西的机会。但是呢，咱们的萧炎其实是会斗气化铠的，而且能白嫖。那么萧炎有多强呢？现在就是0作用，比斗王之前是紫卡，不可能用它的。玩到这儿，游戏还解锁了个什么呢？攻城战地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你要在斗破苍穹里攻城战地，也就是反 SSG 的大地图。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点地板，然后派人比战力，你赢了就站一下，有各种资源可以拿。但是这个地是会升级的，从一开始你派谁都能占地，到后面2级地你必须派绿色3星的人去打，这代表你必须去加个群，然后大伙一起抱团占地，不然你的资源是不可能够用的。那接着3级地呢，4级呢，哪有这么氪的？所以这里我就干脆占地做任务了。我家的中门连群都没有，感觉大伙对这个游戏没有抱很大的热情啊，让我很失望。然后3期视频我有个错误的点，之前不是说游戏 PVP 是把氪佬的数值平衡到和你差不多，但是比你高吗？不对，这游戏的 PVP 数值是真的抹平了。但是你的攻法是可以直接加 PVP 的伤害，还有武器可以镶嵌 PVP 魔盒，而且武器只能镶嵌 PVP 加成的魔盒，所以 PVP 更不公平啊！他喵的，这还不如数值拉低了差不多水平。那这期视频我给大伙看看这游戏氪了跟没氪差多少。异火榜14陨落心眼怎么抽呢？做任务或者充钱拿这个骰子，骰子走路拿奖励，走一定圈数就能保底出碎片，碎片合成陨落心眼，非常简单吧？当然了，不存在你运气好走路就能拿到陨落心眼，这里面奖励直接不存在出整个的，只有碎片。至于为什么呢？我待会儿说，我们先去做任务吧。
哦，任务就是充钱啊，真是简单明了的。活动任务上面的每日课30块钱，我还是第一次见，你真是很会做活动的。当然也是有白嫖骰子的活动的，其中有一个新模式，和之前那个打团本很像，但不一样，就是匹配真人打团本了。在里面你需要配合队友打 BOSS 有各种机制在里面，比如说那个狮子打一半需要你打骰子，不然会犯大招，而美杜莎犯大招需要躲在药牢底下什么的，听起来挺好玩的，对吧？不好意思，这个全游戏最好玩的团本模式，一周只能打4次，英雄难度还要90级，而且只有周6天可以玩。不是为什么？这做的稍微好点都是能活跃玩家群体加游戏日活量的模式，你就不能搞成什么 CF 挑战模式那样打一局爆个箱子大伙开一下吗？一天无限打这样？那你们知道这里面能爆什么吗？爆垃圾！我玩到现在没爆出过东西，但我看了一下，是能组合异火的材料和加收异火概率的冷却剂这样。你们可以猜猜这2个道具有什么用？我待会揭晓啊。我们先氪一手拿下这个陨落心炎啊，礼包都给他买干净。OK， 没氪之前只有5连抽，氪了给你准备好了20连抽，他们的这块用心了，20连抽就这些，你反而等着保底就完事儿了。Oh my god, bro! Hell no! 他们的全是垃圾啊！你随便爆多点多好啊！再不济你骰子多甩点步数让我拿保底呀！我操，礼包买完了100多抽不够圈数，差8个碎片。其实这里是可以等2天干任务拿的，但我能等，观众能等吗？大伙都等着我吃完，跟大伙说有多难吃呢，所以我直接硬氪没礼包买了5个骰子。哎呦我操，这里差3格啊！旧的点券再买3个骰子啊！是不是有参检啊？你他妈走1步是吧？哎呦，正好就多1步的容错，真麻了。咱们也是集齐了50多个陨落心炎的碎片，现在开始炼化了。没错啊，之前的 BOSS 会爆的那2个道具就用在这里，看到下面的成功率了吗？第1次炼化是100%随便炼化，但是你后面想升星，不仅仅要有同样的异火碎片升星，你还要有这个容纳异火的球球，而且失败了这球球就没了，所以你要去刷那个 BOSS 拿冷却剂，还要去大世界战地拿冷却剂，还有球球。这游戏是真的无时无刻不和氪金彩头绑定，太搞心态了。那我们拿到这异火打 PVP， 打那种没异火的简直是吊的。我 PVP 打了好几把，发现这个严厉机制强度太夸张了。第一眼看到这名字的时候，我还想了会儿，这够把水呀，根本不记得有这人。给大伙看他装备了陨落心炎的严厉有多赖，好吧？开一把，这把打消炎全家。这萧鼎是唯一一个克制严厉的，因为他有个无脑的霸体冲锋上条，躲开就行了。严厉是远程的，可以用1技能打消耗，没打到不要紧，系统也会判定我们打到了，因为游戏没平衡。好，他过来要撞我了，躲开一个陨落心炎，持续扣血加一个硬直，范围爆大，对面躲不开的，可惜没勾到人家。你可能想他为什么不趁我硬直打我？因为走过来会直接被看不见的 AOE 打到。这人应该打过严厉，知道咋打。咱们放个3技能飞镖过去，没打中他冲过来了。哎，飞雷神儿，这飞镖可以直接让我们瞬移，给他来一下。就这样恶心他，他拿我们没什么办法啊。恶心了一会儿，这生气了还发了个表情。香姐的大招是回血，不理他，我们也放大招。我们的大招赖的不是1点半点，就你们看追着打，直接被吸到系统就会判定你被攻击了，你就动不了了。放技能会被打断，走路会被打断 ，A 也会被打断。就要开霸体冲过来打我，霸体结束了平 A 也会被打断，起身保护也被打断，连击保护也被打断。反正你就别想动了，而且这个大招持续时间久到令人发指，就一直连，中途我还能放技能连，萧鼎直接给送走了。这萧丽上来直接拍陨落心炎，这样他的连招会被伤害打断，继续在地图中间恶心人。萧丽更是连霸体都没有，毫无还手之力，被勾到就等死。哭也没有，反正勾到一直连一会儿大招又好了，继续放继续连，而且这严厉的1技能还能回血，这萧丽只能这样被连死了。接着萧炎登场，上来一个反向技能致敬伪神被连，也是1点办法没有的，想用技能会被技能打断，根本没办法。而且我其他2个角色还没上呢，1穿3把萧炎全家打爆。那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是怎么发现这角色这么猛的？因为我也是这样被虐的，够怕被连了一点什么用都没有，没有霸体的角色只能等死，就算有霸体也就是能 A 到严厉几下，但可惜这也只是说你用严厉打别的平民，不说别的。我没抽他那会儿觉得他是个垃圾，结果打 PVP 这怎么打？这么快的跟踪剑气，还有个跟严厉一样的无限连旋风，完事 PA 再多段剑气，3还要把我连死，完全打不过啊！而我听说天毒小一仙和那个什么药尊者药老比这还要烂。下期视频如果有这种限定池子，我就试着去抽到了给大伙看看有多赖，好吧？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给3个关注啊，去更多搞笑吐槽视频。那这样吧，我是刘，我们下期见。